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次咱们焦点大会的话，和各位焦点人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这次也特别的要感谢我们的亚洲区的负责人啊，然后艾迪文给我们这个青岛德硕的一个支持啊，然后这样的话，让我们真的是首次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大会，我们也真的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然后来和大家去交流，然后我们的关于在学习焦点之后，更多的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职场的各个方面的一些部分，是这样。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呃，我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的督导师和心理师，我叫王明娟，也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所以呢，我从教2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的话，也是和焦点陪伴了10多年啊，所以在使用焦点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更多的去一是在临床方面的话，咨询的方面的话一些使用；另一方面的话，更多的我也想去探索焦点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的一些使用。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焦点在班主任这个工作当中的使用。因为一说到班主任的话，我觉得是蛮有中国特色的那个部分了。这里边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很多的教育从业者的话都知道，就是班主任、辅导员这样的一个岗位，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可能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的话，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而且是真的是在教育的一线和学生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因为我也是一直从事教育一线，然后一直是在学工的队伍里边去成长，然后一直在学工队伍里边的话去工作的，所以在这块儿的话，我也是把多年学习焦点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去使用在这个班主任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更多的怎么样去帮到这个老师和学生的一个沟通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话，才是我们的焦点的话，能够更多的普及，更多的是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它发挥更多的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介绍啊，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学习和使用的焦点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之前的话，虽然是在做心理的工作，或者在做学生的工作，我也当过多年的班主任，然后和学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啊，一直有一个困惑，比如说这里边的话，有一些我们很明显的就感觉到是家庭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经常说，哎，父母就是这样，他就会忽略孩子，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会很多的去指责孩子、批评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传统教育、我们的文化里边的话，这种指责、批评就会更多一些。那在这里边的话，我们会觉得这很无能为力。学生的话虽然来上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间他是多年受家庭的影响，以后父母的影响，我们就要怎么办的那个部分。然后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很想去做到，这里边的话就是怎么样去，按照一些学生的话，你会觉得怎么跟他说，他都油盐不进啊，然后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都会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啊，你能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无措、很受挫的那个部分啊。然后还有一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在学生之间的话，他们经常会发生矛盾，然后就各执一词。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协调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去促进他们的一些思考，而不是站在各自的那个角度上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正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困惑，其实我是从2013年底开始接触焦点，然后开始工作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在这次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一直在想啊，这些年的话，其实我也和身边的好多的老师去沟通交流。其实有的时候，老师们也都经常会说，哎，我的谈话是发生了学生的一些积极的一些改变的，啊，我是能够帮到这个学生的。其实现在我们各位就是
老师们，或者是大家也可以都去想想，其实你不是老师，那你也可以想想，哎，你和孩子谈话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个积极改变的那个经历到底有什么？我们是说了什么，然后孩子会改变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那个点。其实你在回想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想，其实真的不是说你天天的在那个地方批评说，哎，你怎么还不交作业？然后你这个字儿写的不好，或者说你这个样的话是不行的啊，你要在你的短板上多下功夫啊，等等的。你觉得这种批评、教育、指责是起效果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孩子都会有反馈，什么？就是你的一次鼓励，你的一次肯定，会让他有积极的改变。所以，不管你是老师还是你是家长，其实我们在面对孩子、面对学生的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是我们的谈话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的一些肯定、赞美，看到他的有资源的部分，所以反而是什么促进了他的一个成长。那这些部分的话，就和我们的焦点是什么非常契合的，非常契合的。那焦点的这个核心思想的话，可能我就不过多的去赘述啊。但在这里边的话，因为今天我知道来的伙伴的话，都是很多都是焦点的很资深的人士，然后也有什么，就是说在这之前的话，我们也是了解过焦点，然后听说过焦点，然后或者看过焦点的书啊等等的是这些部分。那在这里边的话，很重要的，我们对焦点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焦点是什么？后现代的它是什么？不是聚焦在问题上，而是更多的是聚焦在什么？我怎么样去解决？我怎么样去思考？我怎么样去帮到这个对方什么？有这个资源。其实这些部分的话，其实恰恰是我们什么在面对学生、面对孩子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很好的去使用的。当你肯定他一个小的改变，然后肯定他一个小的那个什么闪光点的时候，就会引发这个雪球效应，滚雪球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它会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多。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了解到，特别是因为我在高校，然后和一些学生去谈话的时候，那个学生经常跟我说，哎，我特别不喜欢学英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从小的话，我一发音，然后班儿同学都笑我，然后老师也说我发的不对。但是也有的孩子告诉我，我说特别喜欢，我觉得我英语是最擅长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就说，哎，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说，哎，你这次做的非常好，肯定了他，赞美了他，所以他就会对这个英语这方面的话，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我想，因为这些部分的话，都和我们的焦点的核心思想是非常的契合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啊，因为我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学习焦点的过程当中的话，特别是多年的一个督导学习的那个部分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人的，后面是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这里边的话，我会更多的和我们的学校，还有身边的，就是说我去的一些教室啊，因为之前的话也做一些中小学老师的一些培训，那跟老师就是沟通的培训的过程当中的话，就会说，哎，那我们和学生去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通常情况下，其实我们在和学生谈话的那个过程中，特别是什么一对一谈话，其实这是我们就国内有好多老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做一线的，不管是你是课业的老师、任课的老师，还是什么你是班主任老师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延展到你就是一名家长，那我在和我的孩子谈话的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需要有一个结构或流程的。而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焦点的那个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站在来访的身后一小步，然后去谈。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稍微有一点转化的那个部分，就是什么？我们在跟学生谈话的时候，有更加主动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就是在应用到教育的过程当中的话，一个转变啊。那这个转变呢，这里边的话，就是说，我就拿教师啊，你和学生一对一谈话的那个过程当中一个基本流程，那我们要来做什么？
那教师的一对一谈话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多20分钟，因为在这里边的话，我也了解过，就是做过大量的，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辅导员的一个就是自我效能感的一个课题。那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辅导员的话，我们就其实就是一些课业老师或者班主任老师，那他们在和学生谈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耗费什么1、2个小时的时间，甚至一上午的时间，学生会有很多的倾诉欲，那你很认真的做到了倾听、尊重、共情啊等等的这些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花费了真的好好多的时间。那除了这个和学生谈话的话，其实你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就总结了，就是我们和学生谈话最多不超过20分钟。那在这种呃短平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边的话，那我们在这20分钟去怎么样去使用？其实有这么几个步骤，一个是就是一个开场。那这个开场的过程当中的话，很重要是什么？是一种社交性的开场。当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和我们的咨询都很像？对，是的。其实很重要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先社交性的开场，就迅速的建立关系，然后迅速的启动话题。那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在谈到就这段时间这20分钟的话，我们怎么样和学生一对一谈话的那个部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可以尝试去跟他去谈一谈什么，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啊，谈话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这里边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就对比咨询了，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就和对方去讨论谈话的目的。但是你作为一个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话，那你和孩子谈话和学生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就可能会迅速的说明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哎，我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的话，然后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就是有那老师反映，哎，你好像有一些就是就是走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对于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是在想什么？或者说我在这段时间的话，听老师说，哎，你这段时间的话没有太经常举手回答问题。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有在思考什么。其实你在说到谈话的目的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些重新建构的部分。但是这个目标、那个方向，你要谈的这个部分，你要聚焦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是我们主动来提出来的。这就是教育和咨询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可能作为老师有着更多的一些主动性的那个点。啊，这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和有培训的过程当中会，在这里边的话和我们的焦点就是运用焦点，但是可能更有主动性的那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多用开放式的问句去了解他的一个现实情况。那我就想来听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段时间的话，你好像不太主动举手。那这里边的话，我想你可能在思考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你在思考什么？或者你当时在想什么？是这样的一些部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哎，那你这样做的话，肯定是有你的理由的这些部分啊，用这个开放式的问句来提问他，去了解那个现实的状况。那之后的话，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就要用大量的什么，比如说应对问句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去寻找他的资源等等的，去给予支持和指导。这也是作为一个教师或家长的话，更具备主动性的那个部分了。更具备主动性的部分，就是给予支持和指导，然后最后有愉快的结束。所以，不管你的孩子还是学生，然后我们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最多就是什么20分钟、十几20分钟的时间，然后迅速的去聚焦在一个话题来进行。如果你谈的太久，可能这个部分的话，那孩子们可能也会容易什么听不进去，特别是初高中的孩子，他们会觉得啊好烦，对吧？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就很直截了当的马上说，哎，你这样做不对，然后你要怎么样的话，这种说教式的，其实孩子们也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和学生有一对一的谈话，
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就走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来进行的话，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里边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有一个谈话的结构。刚才我说有一个谈话的流程，一二三四五啊，那我们的谈话的结构会有什么呢？这个结构里边的话，主要是什么？就我们见面的时候，先聊当下。就是先跟他去谈当下的一个状况，哎，比如说他能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有发现他这段时间的一些进步啊，给予赞美啊，因为这里边的话，他有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会想，哎，我会这段时间的话，我有发现你上课的时候会更加的集中注意力啊，等等的是这些部分，给予他赞美的那个点，哎，他就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再就是什么，更多的就进行重新建构，然后这里面去寻找目标，去寻找目标的那个部分。然后这是我们谈话的很重要，就是以当下为重点，然后先来谈。那之后的话，那我们就来谈过去。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的那个目标。当我们去确定目标了之后，然后人说，哎，这段时间的话，我有发现，这里边的话，你上课的话，可能在举手的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回答问题，还不如之前的话那么积极。但我想在这里边的话，你肯定是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在考虑什么，想什么啊？然后你在思考，你一定在思考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吧？是这样的。啊，那你之前思考这些东西的话，是这些内容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想回想一些题或者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办的？等等的是这些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运用了重新建构之后，然后就来去讨论过去。而这个过去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去寻找它的资源呢。他之前除了现在在课上去走神儿听，就是去走神儿，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想他的这个困难的时候，还用过什么样的办法？那个时候是怎么有效的？啊，是这个部分。那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去谈什么？就是如果能够上课积极主动，同时还能够想到他困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思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怎么办？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的一小步又可以怎么样？所以在这里边的话，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首先在当下的话，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流程的一二三的那个部分，对吧？就入座先入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说明目的，在这里边的话会干什么？去跟他去探讨他的资源的那个部分啊。所以在探讨过去的时候，就寻找更多的去丰富他的资源，给予指导。最后是什么？给予指导之后，给予结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这里边的话，我就把这个焦点的这样的一些问句和我们的谈话的一个流程做了一个结合。做了一个结合。那这种结合的话，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去帮到老师更有效的、短效的去实现谈话的目的。那学生也会知道，哦，那我后面的话，我可以什么？上课的时间的话，能够积极回答问题，同时还能思考我想要去思考的那个，让我去走神了。比如说，在这个走神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会想到什么？会想，哎，那个我的假期是怎么样去来安排？那我同时我还会想到这个部分，我可以怎么样去同时兼顾的那个点。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们一方面是给予指导了，另一方面的话也保护了学生。其实那好多孩子他们现在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确是什么？就会有这些，我想马上到了五一假期，然后我要怎么玩？然后现在还有好多的一些小朋友都会想那后边我6·1怎么样去玩等等的是，那你告诉他你不准想，你不可以，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给予的指导就是，我一方面能够保证学习，同时能够考虑这些部分。
所以在这个谈话的这个结构还有流程的这个点上的话，大家也是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话，我们什么就是做了一些整合，而且作为教师或者说家长的这个角度的话，是会有什么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引导性的那个部分，但是你的这种主动和引导不再是什么之前的那种批评教育，也不是什么说教的那个部分，而是什么在更多的理解、支持孩子的基础上，然后跟他去拓展更多的角度。其实我一直蛮喜欢那个焦点的那个部分的话，我自己的总结是什么？焦点谈话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说是深厚的那个一个小步。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或者做教育的过程当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和这个学生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那坐在这一条板凳上的时候，你一开始要和他一起去看，哎，他现在他所看到的那个角度，也许他看到眼前的那个画面那个角度，也许只是什么，只是一个45度角。但这个时候，你可以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告诉他：“哎，你头可以再歪一歪，然后可以向左转15度，再向右转15度。”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75度的范围了，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拍一拍，然后告诉他你可以左转15度，那增加他的一个拓展，那再右转15度，再增加他的一个拓展，这个他就会看得更全面，而更全面的这个角度上，其实就帮助学生有更多的资源去解决他目前的部分，而不至于什么，就是可能是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在用焦点的这个部分的话，更多的是应用到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和学生对话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特别是教育指导的那个部分。嗯。好，那我们在说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举几个小例子，然后看看我是怎么样去来应用的啊，怎么样去应用的。首先，我们在确定目标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班主任，你会发现有一个高三的学生的话，连续1周都没有交作业，你就去追问他说：“哎，你怎么1周都没有交作业？然后交的都不齐嘛？”这个交的都不齐，学生就会抱怨说我每天都刷题到半夜，根本就写不完。现在我们很清楚，不用说高三的学生，从能从初中的学生的话，都会在抱怨是吧？作业非常多，根本就写不完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对话。那首先我们就会做一个，那听起来你真的是很辛苦、很疲惫的那个部分。那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作业能够变得应付的刚好能应付的话，那你觉得和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或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这里边的话，学生可能说啊，那我就会挑几个最重要的几科来写一写啊。那你就接着具体问他啊，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就说数学和英语啊等等的，然后再用评量问句，就是刻度化的那个提问。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整合的那个点。你看这里边的话，其实老师会有主动提出来，如果有一天怎么样的。但我们在咨询里边的话，可能很少去这样来使用，可能会让他去想他的那个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过程当中的话，老师就会变得更加的主动，说，哎，如果有一天作业写的刚好能应付，这里边的话就会把什么写不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转化为什么刚好能应付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状态。啊，刚好有个应付的解决状态，而且这里边的话，我们就用了一些什么，就是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来实现。那这里边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思考。那这当中的话，肯定是有什么，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他理想状态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里边他们就会和现在的每天写不完作业，因为对于高中的学生的话，初高中的学生他写不完作业，他也非常的焦头烂额，他并不是
因为你看到这个，我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学生他也是什么，非常的在意学习，非常在意学习的，那你就会有这样问他，然后再去调整那个刻度化的那个部分。哎，他这个作业，那从现在的话，那完成度如果从现在只能完成到3分的状态，提高到4分，你会做什么？所以这里边的话，就是这种对话，就用焦点的方式和学生的这个对话的话，可能主动性就会更强，而且这里边的话可能会有引导性的那个部分，但是能够促进学生更多的一些思考更多的一些思考。这里边。好，那我们就再来看比如说在寻找例外的那个部分那个点，那在寻找例外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来找到一个，比如说3年级的学生男生他课间中推搡同学，那他被推搡的同学的家长就会投诉他，就会说这个孩子就是太难管了然后实在就不行啊，他总是控制不住脾气，他就这个样的话呢，伤了我家孩子会怎么办？那你作为老师的话，可能真的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好多小学老师现在可能都会在遇到这样的部分，特别是小学低年级的老师他们就会觉得为此而很困扰。这个过程的话，您比如说，我们如果老师用焦点的对话来跟他进行的时候，那老师就可以尝试去跟他说，哎。你觉得总是控制不住，那有没有哪一次同学碰你的时候，你没有动手的，直接就帮他寻找到例外？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咨询里边的话，会启发对方去想，来访去想。但是我作为教师的那个点的话，我们是什么？就主动的帮他想。就这里边的话，你没有碰同学，没动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那这个学生可能就会想一想那上周二的时候，小孩一撞到我的时候，我就瞪了他一眼就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没动手。然后你接着会问他说：“哎，那当时你是怎么决定用瞪眼来代替推人的？”就挖掘他的一个成功的策略。嗯。然后他又说那想起来老师说了，说如果打架的话就会被取消足球比赛，那可见是足球就要比什么当时要直接的发泄情绪更重要，就是他有更在意的事情，他更愿意什么去参加足球比赛，或者更愿意参加体育课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老师的主动性还都是在那儿的。所以我其实今天在讲来讲去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都是在讲什么，老师要有更多的主动性，更主动的去使用焦点的这样的一些句子。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的是例外的这样的一个追问，就是用总字，然后反着打破这个问题。我不是总这样而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肯定是有例外的一个情况，肯定是有例外的情况。那这里边的话，你要主动的去帮他去找老师要主动的帮他去找。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放大那个细节，这里边是什么？就是他是怎么样，比如说用瞪眼然后或者说有的人孩子就说我哼了一声或者是心里骂了一句，然后就走开了，等等是这些部分。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是又怎么样去发生的怎么样去发生的？他是怎么样帮到自己去做的这个部分是这样的。而且这里边的话，去寻找到那个资源或积极的那个，他更在意的那个部分就是什么？他更重视足球赛，更追求参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能够控制自己的。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寻找例外。那比如说，就是我刚才有讲到的，那这里边的话，我们老师在和学生去谈话的过程当中，你看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话，就算是和3年级的一个同学去谈话的话，可能顶多也就是什么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你就会说，哎，那这里边的话，谈话非常重要哦。这里边的话就是，那你和这个学生的话，和这个同学，然后我们就是去探讨了什么？
他怎么去控制脾气，怎么样保证他的手不动，怎么样用其他的部分去代替推搡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然后这个过程，所以这里边的话，那我们都是可以什么，有更主动的去寻找的那个点。好，然后再有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赋能反馈，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能力。比如说，我现在在学校的话，就是有好多的学生都会说，哎，内卷真的没意义，我就想躺平，及格就行，混个毕业证就行。其实我们在高校的话，就是一方面有一些学生什么特别卷啊，很主动的，就是比如说大一大二就开始想什么考研的事情啊。然后就会想怎么样去拿到更多的绩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但的确也有一批孩子什么，他们就想躺平，躺平的那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就会经常说，哎，那老师就说，那你拒绝内卷时最想保护自己什么？其实这就是做了一个重新建构的那个过程。啊，重新建构出，所以他想这样做，就一定有什么？他想躺平，就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对啊，就是这个问句也是 OK 的，是这样，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化。那这里边的话，就是学生就说啊，我不想被焦虑绑架，现在社会太焦虑了啊，然后马上就老师就会说，哎，那你这种反焦虑的这种蛮清醒的哦，那是否能帮你在其他事上做好决定呢？啊，然后他会回想一下，他说：“哎，那我玩游戏的时候，我管理战队还是不错的，我从来不 push 队员啊，然后他们就和我一组的时候都会感觉特别好。”那他就会看，他们会感觉好，但是他也会把这个战队管理好，他在这个游戏里边玩的也很好。那你就和他去一起来想，哎，那你管理战队就玩游戏的那个经验，可不可以用到学习上？你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调整，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它其实也是把这种能力什么作为一个迁移。就像我们之前的话，有很多的案例说，哎，那你在职场上管理团队的话，那比如说把它用到家庭里，或者会怎么样等等的是这些。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首先做了一个重新建构，一个积极的一个诠释，就是把打平作为一个什么反焦虑的清醒。反焦虑的情形，这在跟高校的学生去谈话的话，大学生的话，他们是很受用的，是这样的。同时你会说，哎，那你的能力的一个转化，那这里边的话，这种转化的话，你在玩游戏上的能力，或者说你在人际交往上的能力的话，怎么样去用在，比如说就是用在你的学习上，用在你的什么宿舍关系上等等的是这些部分。或者用在你的家庭里边，这些过程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化的那个部分。而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就看我在这里边的话举的这3个例子，其实都是什么？老呃，老师是比较什么更有主动性的那个点，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在焦点运用到教育的工作当中，就是老师的那个语言，可能你要更多的去启发自己，什么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啊，有更多的一些探索，然后更多的去寻找他那个重新建构的部分，更多的去以你过往去了解学生的那些过程，去帮他去发现他的资源，因为有好多孩子他就会觉得我没有什么想到的，但是你作为一个老师、课业老师或者说辅导员老师的话，实际上你对这个学生是什么，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呢，他擅长的部分。或者说你观察到他在班里边更积极主动的那些部分，这些部分的话，其实都是能够帮到你，直接帮到这个孩子去什么，找到他的资源。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同样是适用到家长身上。那在家长的身上的话，也是这个样子，他是能够更多的去发现，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是蛮了解的，
那蛮了解的过程的里边，帮他去找到他所擅长的资源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探索的点的话，这个过程就会转化的会更容易，而且我们的那个使用时就会比较短啊。因为我们做咨询的时候，可能这个来访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你作为老师的话，你不管你对的你的学生，还是作为家长，你对自己的孩子，你是什么日积月累的日常的情况当中，你就了解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对话压缩的蛮短的，十几20分钟解决一个聚焦，解决一个困扰，解决一个困扰。好，这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很想去说的啊，就是我们在技术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有一些，一个是我们的站位，运用焦点的话，你作为老师运用焦点的话，你要更加的主动一些，因为你有日常的一些积累和了解，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学会什么，就是那个转换。就这里边的话，比如说那个问题的描述，就是比如说一开始那个高3的学生，那我们就从他不交作业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刚好什么完成的那个部分啊，然后不那么辛苦的那个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迟到转换成什么，你哪几天是准时到校了？这些问句其实在我们的焦点过程当中是什么？非常经典的，非常经典的。其实我们都会，真的是就像一个公式一样，各位老师，我们都可以把它背过，背过，然后直接去想啊，在批评孩子，你说你每天怎么总是迟到，然后转换成，哎，那你有几天的话，我有观察到你没有迟到，你是准时到校了，哎，那个几天是怎么做到的？啊，是这样。他就说，哎，那天的话，我知道，因为有体育课啊，然后我就早起来了，我就很开心，我就早起来了，等等的是啊，那可以有运动的那个部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具体的和他去探讨，怎么样去把这个，就是说能够准时到校的这一天或2天，然后拓展到每天的那个部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什么？学会提问，提问。比如说，对于小学生的话，我们就讲究什么？你的问话要更具体一点啊。有哪节课你是举手了，或者说他说不清楚的说，我有观察到你哪几节课举手了，或我有听哪个老师说你那节课的话很积极的举手回答了问题等等的。但是初高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初高中的学生的话，他正处在什么青春期，他更讲究自主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于初高中的老师的话，你的提问的那个设计，什么就要更强调他的那个自主性。就是你更希望我先注意到你什么样方面的改变啊，是吧？是这个过程。那大学生的话，就要引发他的原认知，就是你的这种应对方式肯定是有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这里边的话，我们一定要是什么？不要少说为什么。这个是在我之前的好多的跟老师的培训过程当中，我都会讲到的，就是少说为什么啊，那天能够做到是这个点。然后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如果学生会跟人说啊，没有例外，我天天都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也可以尝试说，哎，如果有的话，哪个是更接近的？如果是有的话，哪个是更接近？就是这样的一些问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焦点的那个使用的话，我觉得我最喜欢焦点，或者说在这个焦点的这个运用的过程当中，最棒的让我感觉最愿意这么长久的来使用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是你的生活的时时处处、点点滴滴都可以用焦点啊，都可以用焦点。这也是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去上过一个焦点的一个就是家庭教育，就是家庭治疗的一个课程哈。然后在这里边的话，那个老师就曾经说过，就是我们的学了焦点以后，它是一种什么人生态度，真的不单单是一个什么，不单单是一个咨询的技能，而是一个人生的态度。所以这也是我这10多年学习焦点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特别受益的那个部分，啊，不单单是用在我的教育的工作当中，也用在我的生活还有人生当中。
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这儿哈，我最后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那个点，就是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话，我们少问他什么为什么失败。那我这里边说的教育者，其实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就你作为家长的话，也少问他，就孩子，因为前段时间好多孩子都就是中小学的孩子都进行了期中考试嘛，刚刚期中考试完，对吧？好多家长肯定也是参加完了这个就是家长会。那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很少就是少去问他说，哎，你这次为什么才考的 B？为什么才考了这个 A 减这样的一个部分？少问为什么失败，然后说，那你希望后半的话，就是你希望是怎么样去成功的那个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先要去问什么，你是怎么得到了这个分数，然后说，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对这个分数的感受、想法然后后边的话，你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如果再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希望下一次得到什么？是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是什么，形成了一个真正有效的教育的发生，而不是什么那个批评教育的指导了。批评教育的指导的话，就很容易让你和孩子什么站在对立面，而用焦点的这样的方式，这里边的话的确是有我们的主动引导的那个点，但是实际上也会有什么，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真正的教育的发生，因为你在启发他，有更多的思考。这里边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观点是什么？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就是孩子的本能是什么？就特别是在咱们的文化氛围里边，他本能是什么？是希望学习好的，是一定是希望他自己学习好的，有更多优秀的展现的，是这个部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边，真的是从小到大充斥着满满的都是让我一定要变好、变得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点。所以当你在和他去共同的去探讨他希望变得更好、更优秀、更成功的那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教育就更容易发生了，是这个部分。所以在这儿的话，我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和大家很简要的去就是交流一下我学习焦点之后呢，又把这个部分运用到我的教育工作当中。这也同时其实有很多的更细致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就开展了大量的一个教师方面的培训，还有家长方面的培训，而更多的让大家作为教育者。然后能够更多的使用焦点，更多去培养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看到孩子更积极努力有资源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经常说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专家，也请你相信每个孩子更是他自己生命的专家。他很知道，他也很清楚，他又可以怎么样去让他成长为更优秀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部分。那最后呢，我也想说，其实我们青岛德硕焦点解决中心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10多年然后一直在焦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受训，就是培训方面的话，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我要分享的就这些，谢谢大家。好嘞。好，那样的话，我们是暂停一下，还是直接开始？是这样。呃，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你的呀？哦，我们可对，能我是的，们可以有点 Q&A 吧。然嗯后嗯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暂停，然后12点再正式开始，好吗？哦，好的嗯，好的，对。那嗯，好的，各位老师呢，在线的老师，或者说文琪你在那个就是腾讯会议那边的话，然后有没有老师有问题，然后也可以发给我。因为我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时间可能比较有限，所以我就把我就是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很快的，然后去凝练的去说了一下，是有很多一些具体的一些部分的话，可能后期的话可以在培训里边来进行，是这样的，嗯。
因为我会在这10多年的这个教育工作当中，我会觉得焦点特别特别好用。比如不管是我上课的那个部分，还是日常和学生谈话的那个部分啊，现在其实我们之前的话，我们是在差不多是14年15、16年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边开展了焦点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所以我们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老师们，然后在和学生的谈话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更高效一点，多讲讲这个部分。而且我后边的话还做了一个关于辅导员，就是我们说的辅导员就是班主任嘛，就是辅导员的自我效能感的一个课题研究，是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的啊。然后这个研究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前后的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如果使用焦点的这样的方式，更多的去看到学生积极努力的，然后这里边的话更正向的这样的方式的话，作为班主任老师的话，他也很好的能够提高他的那个工作的自我效能感。他提高了他的工作自我效能感的话，就会更愿意，就是会有更多的个时间的一个管理的分配呀，等等的这些部分，他也更愿意专注在这项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这样的啊。王老师，我想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们可以吗？我来看一下哈，我看看，我有一个问题，能听到嗯，吗？您您好，谢谢这个 Lemon Z，有的好像是引导青少年将模糊的所选项“我想变好”转化具体观察，帮助孩子识别例外。啊，好，那我一个一个来呢。然后，因为我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以我目前理解的这个部分啊，如果有需要补充的话，或者说你还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接着再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他那个模糊的需求，我想变好，那你可以去很蛮具体的说哪方面好，就更多的一些具体的观察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的话，这个目标的话，这里边你也要去跟他去讲清楚。比如说，有的学生说我也不清楚哪里好。但是你作为老师或者家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蛮清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有看到，其实你这段时间的话，在学习上面比较就是用心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需要，就是在学习上面可能在哪一科是有更多的进步啊等等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会观察自己的孩子，或者观察学生，他会比如说自己去画一些画，然后拿到班级里边和其他的同学进行对话。其实它这是一个什么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那你又说，哎，那我有看到你很想和同学拉近关系。然后建立更好的关系等等的是这些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就是什么？他要好的那个点，所以你要具体的去问他，他更希望是在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经常说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我们就要去是学习的还是人际关系的。其实多数就是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的话，多数孩子是什么？他更在意什么？更在意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其次是学习，然后和家长还有老师期待的其实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除非那个几个哈就是学霸孩子，他们就很在意那些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他会很在意，就是那个别人对他的评价的那个点能够看到他好的那些部分的话，这也是一个具体，那就这样来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帮助孩子识别例外，就避免他们将其归因于外部原因。就是我那天变好了，然后就是我那天比如说能够按时上学了，没有迟到，是因为什么？我爸爸出门也比较早，所以呢他开车，然后我们没有堵车，然后就准时到了，是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孩子可能会说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说，哎，那爸爸做了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还看到爸爸那个部分的时候，你什么想法然后看到那个过程当中，你还做了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点上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从那天父母的心情的那个部分，或者说我说的，哎，爸爸有更
早的出门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这个孩子自己的那个影响是什么？然后这个部分是也可以谈的。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去识别例外化，当他有外归因的时候，你一定要帮他去转化为内归因。怎么样去转内归因的这个过程，就是什么？他看到外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还做了什么？或者说，他看到外部那个部分的时候，然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对他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部分的话是能够很好的去帮助他去思考的啊，帮助他去思考的。那第三个问题是，就是说在1到10分的那个打分嘛，学生就会理解那个这个打分，因为比如说国内的学生就很反感打分，就很反感打分。那因为就是太多的被评分的那个部分，所以说我不喜欢打分。那你就可以做一个转化啊，做一个转化。转化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转化为，哎，在这里边的话，那你比如说用颜色。啊，你会更倾向于什么？比如说，他会说啊，那个状态的话，我就很希望变成红色。那我现在可能是还是橙色或者粉色等等的是。那这个粉色意味着什么？然后怎么样进步成红色啊？它就像托管成红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的大小，比如说就像气球，气球我现在是吹了多大，直径是多大，再多大，再多大，是这些部分。其实我们这个过程的话，都会去转化。因为我们的东方的那个观点的话是打分是比较少的。啊，我们就像我们做菜，我经常上课的时候就说，可能做菜的时候，西方的话就做西点的时候，就是什么多少克多少克，我们都是少许少许少许，对吧？是这样，适量是这个所以你就可以做这样方面的一些转化的一个部分啊，转化的一个部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爸爸每天都会送你，为什么今天会准时？好像你做了什么？对。高老师，你是问我吗？还是那个？对对对对，啊，高老师帮我回应了，是这样的啊，能听到我们机，基本不说话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基本也不是一点都不说嘛，这就是一开始那个社交性开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之前好像也讲过，就是你先从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和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也基本上不太愿意说话。那在这个过程中，但他最感兴趣是什么？玩游戏。那你就从他的游戏开始跟他说，哎，那你现在打什么位置啊？然后你是什么皮肤啊？它有什么功能啊？因为通过这些部分的话，你就可以了解，然后慢慢才是谈，然后再转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喜欢待在游戏里，而去担心，其实因为在游戏里也有很多的交流嘛，而担心和到了学校和同学的交流，这些部分的话可以做什么样的迁移啊？那但这个工作的话，就和我今天讲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有点差别，它这个流程就会比较长一点啊，就会比较长一点。我不知道这样我说清楚了吗？